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不管山东号、辽宁号啊，或者是福建号，会不会透过这个航空母舰的行动，来形成一种另类的围绕日本的一个行动？那当然，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中俄的联合军演，中俄的一个空中战备的一个飞行，或者是海上联合的相关演习，有可能就像去年就已经在日本海有举行过了，或者是这些轰炸机是不是有可能在日本北方四岛这一边进行一些飞行？我会觉得这一些都会是中国不只是用自身解放军的力量来去压迫或者是去对抗日本，他还会去把俄罗斯拉进来。对于高师来说，他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一定要送去送去修宪。可是最后能不能够如愿，可能至少我已经有送去的动作了。但针对这个修宪主张中国大陆也有声音，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是由这位蒋斌来出面表达他表示说呢，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以解释宪法的伎俩，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以防御作为借口呢，大力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为日本再军事化披上了虚伪的法治外衣。现在日本政府又明目张胆的谋求把自卫队写入宪法那大陆方面的说法是，这不是完善法律，而是掏空和平宪法的根基，不是为自卫队证明，而是谋求军事松绑，不是回归正常国家，而是妄图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其实讲到军国主义呢，因为在二战大家经历过了，就知道说现在很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被拿出来讨论，最近都想说是军国主义的复辟中国大陆在对于日本修宪强烈的表达不满之外，林老师觉得可能还会祭出哪些手段，包括经济上也好，军事上也好？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现在他们讲的军国主义要再重新再恢复，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跟现在的日本的一个内阁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大不相同。所以其实就说穿了，就是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会去比较在意的，就是如果今天日本这个修宪的话，在集体自卫权这一块，就是这自卫队出动的这一个相关的条令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修正、修改跟变化？可是其实刚刚蔡老师也有去讲到了，就是说现在日本这一边，他的民众对这一块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我最大的原因就是2022年的时候，裴洛西来台之后，飞弹飞过台湾，然后到了日本的 EEZ，然后再加上我们看到2025年日本跟中国这边辽宁号啊什么逼近啦，很多的其实一些海上的一个冲突，都会让日本感觉到它必须有一些相关的作为。是，那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这边我其实也是赞同是应该会送，但是会修什么东西，会改到什么程度，这一块就有在日本这边去讨论。我会觉得这是日本它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文章，或在文字上面去做一些修正。那这一些对中国来说，可能会有哪一些反制呢？我们先说这个经济，好，这可能是这一个我们最常说的陆客、中国旅客。可是有一点可能会是接下来可以去观察的，就是日本在中国也有相关很多的商社投资、企业投资啊，日企会不会有一些限缩的一些条文，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管内卷也好，或者经济状况也好，它会不会把这个日企当成是来做开刀的一个对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我们说，经济的制裁不完全是只有它给日本进去日本，而是在今天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大量的一些企业也好、投资也好、工厂也好，这一些会不会变成是中国有可能会去调整或者是下手的对象？所以日本的背后免不了会有美方的影子简单请问您美国会怎么想？美国的话，我会觉得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说，他第一个会希望日本能够去负担更多的责任。可是这个更多的责任是不是真的要用到修宪？因为修宪之后很难有可能会去引起今天的美中这一边在美国在访中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其实美国有可能会比较希望的是，日本是不是在一些条约上面去附加出动的一些条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出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有更多的解释权，等于说是有一点战略模糊的一个味道。对，那再回来，如果说今天就中国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有人会说会不会有这个辽宁号再来一次啦？我个人会认为，其实就中国来讲的话，第一个灰色地带行动绝对会是持续的去增加，去用这种把对台湾的联合战备警巡，是不是也会把它如法炮制到东海？
那再来的话，就是不要忘记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看到，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不管山东号、辽宁号啊，或者是福建号，会不会透过这个航空母舰的行动，来形成一种另类的围绕日本的一个行动？那当然，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中俄的联合军演，中俄的一个空中战备的一个飞行，或者是海上联合的相关演习，有可能就像去年就已经在日本海有举行过了，或者是这些轰炸机是不是有可能在日本北方四岛这一边进行一些飞行？我会觉得这一些都会是中国不只是用自身解放军的力量来去压迫或者是去对抗日本，他还会去把俄罗斯拉进来，一起去对方日本。对啊，这样听起来，目前预定在3月19号进行的川高会啊，就是川普见高市早苗，会不会就提到有关于日本打算要修改宪法的下一步和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2月4号这一天，中美俄3国的元首啊，分别各自通了话。不过这一次呢，看到是中方主动先打给俄罗斯，由习近平和普丁先透过视讯通话。然后呢，再来就是呢，中美两国，也就是习近平跟川普是用电话热线。那么跟习近平通完话之后，川普也立刻在他的 True Social 社群上面发文表示，他说呢，这个刚刚打的这一通呢是非常精彩，而且时间很长，内容深入的通话，双方讨论了很多项的重要议题，整体气氛他说是非常正面。那习近平呢，在同一天呢，跟川普谈话之前，我们刚刚提到了，他是先打给了普丁，而且是视讯通话。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做金灿荣啊，他就说呢，他分析这次习近平跟普丁、川普分别谈话有2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俄美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了。全球战略稳定会因为这个条约的到期而受到挑战跟冲击。第二个就是伊朗的局势是重中之重，美国其实很想把伊朗拿下，但是呢没有十足的把握。上一段我们特别提到了，现在伊朗议题呢，美国是很小心翼翼的在处理。所以黄老师啊，这次在通话上面顺序很重要，先打给普丁，再打给川普，而且呢跟俄方是视讯通话，跟美方是热线通话。营造的，我们刚才提到了1+1是大于1的，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新三国吗？其实，通话的顺序啊，北京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想法，可是真正发生视讯通话或者是通了热线电话的时间点，也不是北京一家说了算，啊，有可能是大家配合，这个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时间，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在忙，所以先后顺序有改过。我在国际外交上面啊，那个事后诸葛啊，当然不少，但是有很多事前没有预判的巧合啊，也很多很多。所以我自己在资讯不完整的情况之下，我不敢说是不是北京就想好了，然后俄罗斯跟美国配合，这他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金灿荣讲的那2个议题是想当然尔嘛，一个就是这个 START， 就是财务条约，时间到了，美国已经讲了很久，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核子啊弹道飞弹啊核能力，不断在加强，那么会不会因为加强改变中国大陆原来的永远不做第一级啊的这个核战略会不会改变？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忧的。对，那当然中国立场。你们核弹那么多，我才几百枚，美国是最多的。然后你现在硬把我拉进来，就想要又用什么以规则为基础的什么东西规范，到时候又限制我的核武发展。那中国大陆要做核试验，美国川普也想做核试验，对，所以今天俄罗斯就算想要叫大家说先续约或者什么，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那我觉得伊朗啊。是这次通话的关键呐，因为就是那个所有部队已经开在家门口了，会不会打起来？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在伊朗的利益，还有很多中东他们过去的所部署的这种战略伙伴，伊朗本来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巴基斯坦被归为4个，就是引起世界动乱的这个轴心嘛。对。那伊朗如果真的也像在西半球一样，这个
被美国的这样子一下子压制住的话，那对中国的利益损失太大。OK， 这个问题邱老师怎么看呢？因为刚刚我们特别讨论到说，虽然顺序上面是颇有令人玩味之处哈，但我相信像黄老师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到，先前的预备一定都是双方的幕僚都已经讲好的哈，所以才会按照时间这样来打哈。它要营造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我觉得其实从今年年初，应该大家会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从委内瑞拉的事件，那大家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就一直不断在提醒大家，就是目前现在整个全球的格局正在由原本一极超强，慢慢变成多极化的格局，而这个多极化的格局，并不会有太多极。那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因为对川普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欧洲的议题上面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很难推展很多美国自己主要的 agenda。对，那在亚太这个方向，如果不跟中国合作的话，其实美国也很难去达到美国想要拿到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慢慢，其实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前一段时间有人讲说雅尔达2.0，但是现在其实比较像，我觉得比较像一个三极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你说美国跟俄罗斯跟中国，那他们在不同，就是这三个不同的强国之间，他们的平衡是动态的，也就是我针对某些议题我们可以合作，是那针对某些议题我们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但是透过这种至少可以稳定下来，就是美国就比较不像以前美国说要打哪一个国家就可以打哪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习近平这次打电话分别联络俄罗斯跟美国，其实就是在做这种折冲的动作。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特别点出了像古代三国哈，就是三种这个三足鼎立，就代表一种权力的其中某种的一种平衡状态。那邱老师又是怎么看？画面中间我们来看哈，就是谈到说财务这个条约到期了，那川普现在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再另新的一个规范。好，川普呢他说，我们再另一个新的规范哈，与其延长现有的条约。因为这个延长条约是俄方提出的哈，是自动续约吧，到期就自动续约。可川普说呢，应该让美国的核武专家制定一项全新改良而且是现代化的条约，旧的已经过时了，我们再立新的约。好，那当然这个背后的策略呢，刚才黄老师也点到，拉中入局，把中国大陆拉进来，所以呢可以减少中国大陆的核武数量。可是呢，中方这边来看哈，中方裁军军务大使沈健他说，中方目前不准备加入新核武的相关谈判，因为呢，中方的核武库规模远小于美俄双方啊。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把美俄的远程核弹这个数量呢，上限设定是1550枚。因为根据现在的统计啊，在画面下方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到2024年年底，他们自己做了一个计算，中方的核武器库存大概是600多枚。可是跟美俄双方来比，这个都是4、5千枚以上的哈，这个所以你要拉中入局可能吗？那到期之后的美中俄三国的核武竞赛怎么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维护一个很大的核武库是很花钱的。对，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那以前我们经常笑俄罗斯的国防预算，陆军或者是海军跟空军拿到分配到都很少。俄罗斯最主要，他们的年度国防预算大头都拿去维护核武了。同样对美国也是一样，所以你拥有一个7000枚、6000枚这么庞大的核武库，是非常消耗资源，而且你说实在，你这么多核弹头，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因为一旦发生核战，那可能600枚之后，地球就不见了，你剩下来那么多也没有用。是。那这个是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就是核装置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讲求是有效的核装置，也就是你可以投射到对方的领土上，而且可以
保证把你所想要摧毁的地方摧毁足够这个数量就好。但是这个数量要多少，就关系到这3个核武强国，或者是所有拥有核武国家的他认为的敌对跟他认为的核威慑战略。那比如说对朝鲜来说，朝鲜它的核威慑战略就很简单，谁打我打日本。所以它数量不需要很多，那它只要维持这个数量就好。但是对美国、俄罗斯跟中国，其实都必须要考虑说，那这一波之后，美国的盟友手上有核弹头的，会不会对我反击？对，所以他永远要估计更高的数量。那这个是先让大家了解说，核威慑这个战略跟一般是不一样。对，但是中国一定不会谈，为什么？你们现在一家有7000枚，一家有6000枚，你们来跟我这个只有600枚谈，那可以啊，我们可以谈。那请你们先把6000枚削减到600枚。对，我们大家都一样嘛，都600枚，大家都一样。因为你降到一样的程度，我们才能谈。所以你看，中方现在已经表态了嘛，说这个现阶段是不适合进到这个所谓的新合约里面哈。这个真的是谈来的哈，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玩味哈，就是日本方面，我们看到2月8号日本众议院的选举要投票，那么川普呢在2月6号这一天他也发文，他就针对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他就力挺他。在贴文当中，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对日本的未来非常重要。高市早苗证明他是一位坚强、有力又睿智的领导人，而且他真心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提到了一个日期，他说期待3月19号欢迎高市到白宫。啊，这个是在为高市助选吗？还是已经确定了高市应该就是要胜选无误了？南华早报独家披露啊，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这个几天之内呢，中国大陆方面呢立刻召集了东南亚各国使节，举行了一场会议，那支持中方对高市言论的立场，也希望能够凸显呢对于这个日本方面这个高市早苗引发的争议言论呢，那表达一定程度支持中方的力道。那现在我要来问的就是说呢，川普他点了一个日期，3月19号这一天呢，那也就是在4月他访问中国大陆之前，他会先见高市早苗。不过当中令人玩味、有蹊跷的，会不会是他要先跟高市说些什么？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是非常的糟糕，他是要下一些指导棋吗？你觉得？我觉得不用，这个日期的安排，不用太过度分析了。毕竟美国跟日本是盟友啊，美国总统跟日本首相每年会几次见面，不管是双边的会议或者在多边组织高峰会等等的场合都会见面，所以其实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了。而且其实现在已经确定高市早苗会继任了。那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日本对台湾的说法或动作，那是什么呢？贸易协定啊，钱会不会到位呢？你现在你连任成功，那去年前的贸易协定就要开始履约了。对啊，钱呢？日本答应投资美国那么多钱了，对不对？答应买那么多美国东西。因为之前本来说权力还不够稳固，所以现在川普的想法是好了，欢迎你。恭喜你选举成功，欢迎你再来白宫。恭喜你全面执政，接下来就请你履约，是这样子吗？对，所以其实对川普来说，他看日本，他看高市早苗连任成功，那重点是钱呢，真的。所以不会谈到中日关系，你觉得吗？当然，尤其是幕僚团队是会鼓励，会希望总统会在这个议题上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在看各国的美国的跟各国的关系，还是以贸易为主。而且对川普来说，说认真一点，对他来说有几个去年贸易协定最重要，那是欧盟、日本跟南韩，因为这几个都有承诺好大金额的投资，对美国好大的投资，对不对 ？OK。所以当然在其中选举前，他希望日本、南韩、欧盟的钱到位了。好，所以接下来有一个观察的时间点，就在于说3月19号高市见了川普，川普到大陆去见习近平这一段期间，日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让大家觉得在中日关系上面
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或变化。中美会不会也进到一个春暖花开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呢，预计在今年的4月份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态势目前看起来啊是越来越明朗。那川普最早提到这事呢，是在1月23号，他在空军1号上面呢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公开了这项行程。美国驻中大使庞德伟也曾经透露，川普回邀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8月到9月这段时间回访美国。但现在外界也看啊，原因跟美国的其中选举大概脱不了关系。好，那即便呢，中国大陆内部在1月底传出了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同时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2人遭到立案调查，但川普呢，先前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只表示，他强调了，他说在中国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就是习主席。而在年前，我们也看到了美中俄3国的元首啊，在2月初彼此也先通过了一个热线电话。川普2月4号晚上呢，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那事后呢，川普向外界表示，中方考虑进一步要采购美方的农产品，包括在第1季要把戴亚豆的采购量提高到2000万吨。那习近平方面则是重申，台湾是中国大陆的领土，美方必须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好，现在问题来了，黄老师，我先请教哈。那么4月份现在看起来态势，中美2国的元首会这个川习会呢，态势是很明朗，而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先前的讨论到最后启程互访，这之前应该已经很多事情都谈定了哈，不然可能连飞都不会飞。那我所以请教，在4月份的第一次会面，这是今年川习2人的第一次会面。现在也看到了，先前在2月4号通了热线，而且提到了军购问题啊。您觉得在4月份的川习会，可能的几个重点方向会是什么？对于北京来讲啊，尤其是在对美工作上面，过去30-40年来，最关键的就是台湾问题。那么一路的演进到现在叫做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所以在4月份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应该会台湾问题是躲不掉。我们再回看2月4号那个通话，其实这个美国总统跟习近平通话之前，习近平是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那么中俄通话的内容应该跟中美不一样，但是中间也有一些重叠啊，包括伊朗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办啊，乌克兰战争要不要结束？可是就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去北京最重要就是 trade deal，就是能够把这个交易啊，能够把它实质化。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川普本来就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在除了关税以外，也在广泛的贸易上达成一个协议。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年美国有期中选举，他要把经济搞上来是他这个重中之重。所以你看，在我们现在回想2月4号那个时候通话的时候，有谈到要加买玉米，而且是今年的第1季有谈到这个石油因为委内瑞拉的事情，就是能源，另外就是美国最在行的飞机引擎，这些其实川普到大陆是去做生意的。那个通话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发觉，到底4月还要不要去啊？对，就是中美之间问题那么大，可是我觉得那通话的那个讲话的内容，让我感觉双方都想4月见面。感觉上双方都希望4月这个不要有任何的变数，不要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先把自己的条件都开出来了。美国要的是经贸，特别是在经济议题上面。那中国方现在要的是特别军购的部分，是这个部分会怎么谈呢？这个军购，我觉得要分2个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农历年前这个沸沸扬扬的就是1.25兆台币的这个特别军购条例，到底要不要过？那要不要进程序委员会？吵了很久。那在这个之前，美国有一部分正式通知国会的这个1110亿美元的那个这个军售项目，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大陆极端敏感的就是如果全部都准时到达，做好训练，
然后能够发挥战力的话，我们可以说新一批的军购很可能会对中国大陆决定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时候，它会遭到比较顽强的抵抗。当然啦，美国在交货的期程上面，这个一直没有办法依照当初合约来走。那这些钱投入以后，过去的 F-16交机那么缓慢啊，等到特别条例的特别预算走到最后一年呢，第一架还没有飞回来，那可以想见，就是国会对于再投入那么多的钱是有疑虑的。所以老师觉得川习会先前也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第4公报，这个部分的可能性，您觉得？我觉得美国有相当的动力啊，因为第3个联合公报是44年前，你想想看，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国力，那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如果在中国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要处理好未来中美竞争的关系，这个战略竞争，如果能够走在一个双方都能够感觉到是相对稳定的道路上面的话，这个第4项联合公报是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应该跟军售也会有一些关联哈。那就看了， OK， 因为这还牵涉到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先前的3公报，还有包括台湾关系法，其实都围绕在所谓的军武啊，就是这些防御啊，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对对一个中国原则或政策，另外一个就是对台军售会不会有变？那这个东西其实在1992年老布希总统宣布对台军售150架 F-16战机以后，这前面3项联合公报只剩下一个一中，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变化很多了。所以两岸之间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今年尤其在军事上面哈，那会不会因为军售，然后呢造成态势的转变？那川普呢曾经被媒体追问啊，会不会担心说解放军在一开年就进行这个清洗整肃，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或是刚刚提到的台湾议题上面有产生任何影响？川普的回应是呢，他密切有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他认为呢，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备受尊敬，习近平就是中国唯一的老板。还有一位领导人呢，在这个美中元首会面之前呢，他是很想先跟川普来一场会面啊。这个人当然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日本共同社也报道说，高市希望在川普访华前呢，先来安排与他的见面会谈，确认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而且共同商讨对华政策。回顾这次日本的国会大选呢，我们看到高市在先前受访时也强调，他并不是主张，因为他针对了所谓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这个引发的冲突、引发的争议哈。那他强调说，日本主动对中国大陆采取这个军事行不是啊。不是主张日本主动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如果台湾发生严重事变，日本需要优先联合营救在台湾的日美公民。那如果美军遭到攻击，但日本袖手旁观呢，就会造成日美同盟彻底瓦解的这些疑虑。所以文嘉老师对于日中关系在今年想要回温，日本外务省会给高市什么样的建议？您觉得？我首先来看呢，其实这个日中呢，这个今年要见面的领袖。要见面机会，我想是非常之低哦，可能性很低哦，因为来自一个其实在2月8号，我想高市早苗领军的这个自民党改选呢，也获得了胜利嘛，哈，那因为什么胜利？基本三个原因嘛，第一个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铁娘子。就是英国的铁娘子的一个自居，而且他是对接了安倍2.0加上这个川普的2.0啊，所以彼此之间呢都是一种保守，而且呢相对右派的，所以他们之间呢是彼此之间是更加的紧密哦。那第二个，他胜选原因当然就是他的经济政策等等哦。那第3个就是他的外交跟安全保障哦，因为其实台湾有事等日本有事，其实这也调动了日本国民整个对他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毕竟这个日本呢，其实他的从战前到战后，其实他都是以偷亚入欧哦。他认为这是日本有优越感。那刚好高市早苗调动这个日本的优越感呢，就是他要置于中国，不受制于中国。这个底气之下，这个自民党的在众议院的改选是当然是获得胜利嘛哈。那所以这样的安排的话，可能就是说，既然是他对中国是强硬的，
所以他此时此刻他也不容易去跟这个习近平去做一个见面哦。此外呢，我想刚刚您所讲的是有个梗哦，就是我们记得那时候这个高市早苗10月21号就任首相哦，接着1个礼拜就跟这个川普先见了面哦，见完面之后才去见了这个习近平11月初在那个就是先美后中嘛，对，就是先美后中，然后接着在11月7号才在国会里面提到说台湾有事他们会启动所谓的集体自卫，集体自卫权哦。那集体自卫权的概念就是它会跟随着美国。那其实如果说一旦台湾有事，那当然跟随美国就是它会就发动所谓的一个后勤，或是说一个情报等等一个协助嘛。那我想说，如果这次呢，这个川普他当然希望去见了这个习近平之前呢，能够跟高市早苗来见面，来做个交换意见哦。那这样子可能也能把这个不管是川普的意志跟这个高市早苗的意志，给它联合起来哦。那当然对整个一个美国、中国跟日本3方面呢，其实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想说呢，此时此刻我觉得日本还是更需要美国的引领哦。那其实这个态度会不会见面，或者是说见面的对话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以川普的意志为意志。这有可能会排在川习会之前，高市就能够如愿的跟川普见上一面吗？您觉得？还是说通个电话？我觉得应该是会见面了，因为毕竟他们之间是非常的这个 body 会见面，因为毕竟呢有这见面的3分情，那能够有效的沟通，那也让这个川普去这个中国呢也更有底气啊，因为毕竟有日本这个所谓的安全的一个大家一个连接那这样对中国而言的话是形成更大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美国呢对中国其实是一种威慑。是用联合的威慑的力道。那如果说有先争取到日本的支持，那当然去中国，那谈起来当然也会这个压制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气焰。了解。2026 4月其实还有一件大事情就是川普对全球寄出的对等关税满1周年了。川普在2月初的社群上面他发文他说他们已经跟印度。就是特别跟印度总理莫迪呢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对于印度所课征的对等关税将会降到18%。印度股市还一度出现大涨。彭博报道说呢，川普因为印度向俄罗斯买石油而施加的25%的关税将会移除。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公布，2026 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52.6，重新回到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远高于路透社所调查预期的48.5这不但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也终结了先前连续10个月处于微缩区间的走势，显示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动能有明显的复苏迹象。那现在马上就要满1年了，这个关税这搞得全球真是天下大乱陆老师觉得真的已经达到了川普现在从这些数据来看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实际的数据？除了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些现象可以观察，川普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达到他的战略目标吗？我想他有局部的达到他的所谓的战略目标，因为他的战略目标当时有3个，第一个是减少他的贸易逆差，增加他财政收入；第二个是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第3个能够重建他整个供应链的经济的安全。那在贸易逆差这方面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美国去年2025年还是贸易逆差非常的大，这一点还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改善。那至于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这一部分开始初见的成效，不管日本、韩国、我们台湾都希望去美国设厂，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希望在美国的投资能够增加，这会增加美国制造业的这个能量。但第3个呢，它的供应链的确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持之下，它会获得一个程度的这个保障。那至于你说它的替代指标的话，像制造业的这个采购经理的指数，确实。大家预期48.5，结果是52.6，确实升高很多，表示美国制造业开始活络了。但是这也另外引发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通膨的现象产生？因为目前为止，通膨只有微幅的，还没有整个效应，就关税所产生的通膨效应也没有发挥出来。但是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一直很担心通膨，所以他一直不愿意降息，这也是他们在通膨这方面的控制还不错。那至于它 GDP 的成长也不错。去年2.2到2.6之间那第4个呢，它这个在就业方面也还不错，所以它在替代指标的方面表现的是不错，所以它战略目标有些达成了，有些还没有达成。那今年
2022年是它的关键年，检验川普对等关税是不是能够达标，是最好的一年。因为今年要面临它的期中选举，对，这是最好检验的一年。2026确实是非常诡谲的一年啊！刚才特别请3位来宾、3位老师呢，写下对2026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一个形容词啊来预判一下今年。来，我们来看一下黄老师，你写的是险哈，这个几秒钟来讲一下为什么险？研究国际关系看得越多啊，担忧越多，确实有很多风险存在。OK， 那如何集体去风险？大家多努力。好，2026是很险的一年。文甲老师是写变与不变。哦，是不是看呢？其实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哦，其实一句话是能够这个道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就是变。对，那不变就是就是只有永远的利益哦，就是不变。好，因此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国际关系可能要讲到说每个国家都每个利益跟的立场。好，2026还是充满变的一年。来，罗老师，我认为是乱中还是有序，因为只要川普他是一个信奉，就是他不信奉多边主义，他信奉就是双边对谈的一个人，所以他认为大国政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如果他笃信这样的概念的话，那大国可以在很多争议纷争当中，譬如说2月4号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那习近平跟这个普京通电话，都是一种大国政治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我们预计今年可能俄乌战争也会告一个段落，如果没有特殊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谈的都差不多了，我认为也会告。那至于川普跟欧洲的这个国家的关系呢，虽然是有点混乱，跟过去美国跟欧盟国家的相处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只要这欧洲国家找到跟川普的相处之道的话，应该问题都还可以解决。好，所以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希望还是乱中有序。日本要举行国会改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有一颗在日本要国内倒数的金融炸弹，也就是日本的国债问题啊。过去被视为是全球最安全的日债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画面。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30年期的日债殖利率正式进入4%的年代。那抛售潮呢，不只是来自于外资啊，就连日本本地的金融机构都在撤资，避险基金也开始放空日元，压住日本是撑不住的。那其实不只是日本，在先前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记得吗？以前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就是因为当时他一上任之后，大规模的举债导致市场失控，短短45天，首相的位置还没坐热，他就被赶下台，自请辞职。那现在呢，日本会不会朝向一样的路？大家都在关注啊，倩姐，这个是金融的专业，跟大家请教您啊。现在日债殖利率狂飙，政府呢就是不断的举债，借钱成本暴增，企业的融资压力也不断的上升啊，金融体系可能会出现系统化的风险。这是大家在看日本，特别是它的债的这个部分啊，会不会重演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国的特拉斯，会一样吗？你这个对比，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Takeshi他一上来，他的第一个预算也是赤字预算，要大量举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告诉他说，日本的国债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么多年，大概将近30年，日本是最低廉的资金来源。大部分在金融市场操作的人就会去借便宜的日元去做其他跟美元相关的衍生性商品的操作。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美国以外的欧洲美元呢，他们称为欧洲美元，就是美国以外的美元，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于便宜的日元。所以 Euro Dollar 跟日元的海外日元是联动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这个礼拜你看市场的话，就是美债跟日元的日债呢，都发生了极端明显的联动，也就是美国的国内跟美国的国外的这些美元的环流呢，同时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当然，对于日本来讲，它是非常严重的。日本这么多年来是靠着自己国内的人去买日本债，好，譬如说它的央行、保险公司，就是劳退的那种退休基金和很多的这些避险基金，都是国内最大多数。所以如果发生了问题，不是在国外有那么大的外溢效应，可是国内会先倒。国外的外溢效应是因为经过了借了日元去操作的金融商品，就是说欧洲美元。因此，如果我们看冰山一角的话，因为美债太大了。
日本的日债可以是美元美债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不只是日本会发生问题，事实上是在美元的这个大环流里面发生了问题。那我认为高市早苗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很快的做一个剧烈的动作，去寻求所谓的新民意授权的话，大家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一上市的这个赤字预算。就是说，都是你高市，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搞清楚。可是他重新解散国会，全部重选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新民意的授权。那这个新民意的授权可以维系他的政治生命，但是救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算取得了多数的国会，他取得了执政完全执政的权利，也解决不了日债问题。解决不了日债问题。我常常讲哦，政治人物会有一种幻想说，哦，他可以用政治正确来做很多的运作，可是经济是有理性的。刚才我们讲的美元、日元跟欧洲美元的这个大环流的关系是30年来的结构。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很大的叫基差交易，就是借日元去做别的地方的这些交易呢，你不可能很短的时间你就把它全部拆开来，就是那些合约不会很快就解掉，所以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长期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玩杠杆的人都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没办法解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是很聪明在这一点啊。就我们假设他赢了，他再多了20-30%，那么他在得到新民意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告诉日本人说：“你相信我，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形，我们大家要咬紧牙关，要庄敬自强，要处变不惊，要度过这个难关。”他可以有一种政治的说辞来维系他跟他相关政党的政治生命，但是经济弄不完。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台湾那么赖政府那么爱日本啊，你说那如果真的要实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台湾政府可以提供2500亿的信贷转让给日本就好了，已经给美国，那为什么不给日本呢？日本的燃眉之急吗？你觉得？2000万对日本算是不小了，可以。OK， 好，那我们提到说日债哈，这是现在当然是外界非常的关心，尤其金融圈最近都在看这个日债的警讯啊。高市早苗确实是不是真的想要赌一把呢？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呢，其实在政治上面，他真的是要豪赌一下啊，因为要进行一场这个豪赌的政治赌局。在23号，他宣布解散众议院，在2月8号就要投开票，这也创下了日本在战后最短16天的选战记录。但这次呢，解散众议院有几个不寻常的点。比如说呢，距离投票日只剩下16天，其实是非常短的啊！马上这个大家都要决定投给谁。就连自民党重量级的人物麻生太郎，都向外界表示，他事前不知道高市要决定这么做。政策的辩论几乎也来不及展开，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它的选区是比较小选区，有些不见得是高市他就能够去拉抬这些地区的议员他们的这个得票数，所以媒体也分析说。高市想要做的是把他现在个人的高支持度转化成为自民党的高选票得票数，甚至目标就是一口气要增加30席的议员席次啊。好，问题来了，洪老师，这个高市这么高的名气、民意支持度，能够转换成这个高选票吗？从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确实看到高市他的高支持度。把自民党拉抬了一下，但这个拉抬它是会一个长期的动能，还是只是昙花一现？说实在，因为高市她是日本第1位女首相，其实大家也在看日本人到底能不能接受一个女生当首相，因为一开始说实在，有些心里不服的男性可能选择不讲话，但是只要这边出问题，那边出了一个麻烦。一而再再而三，可能高市受到的挑战，甚至是从自民党内部的挑战，很快会浮现。因为日本真的多多少少，特别是在比较上一代啊，还是有这些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异的态度。好，那我要讲就是说，高市我觉得他确实可以用他现在的高人气去拉抬一些自民党在短短16天就要准备选举的这一个国会的席次啊，尤其是他的这个。相对来讲啦，对某些人是打破自民党都是这种老年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党啊。还有呢，高市他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些对外，还有这些强势的经济政策，他说他是继承安倍，对，所以让一些本来自民党的一些保守支持者觉得说，我自民党现在怎么变那么软？
突然觉得我现在这个首相蛮强硬的，我喜欢，所以这些保守者慢慢又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短期确实而且16天啊，他会让他的这个在野党来不及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席次的增加那个是有可能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对，但是还是有些限制啦，因为就算这一次选赢，但是自民党他长期这种黑金的丑闻，还是没有离开，所以自民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日本内部的讨论，常常会讨论到从安倍一路过来这个黑金的问题。再来就是高市他的经济学能不能够像刚才雷倩姐讲的，日本的这个殖利率啊、国债啊，还有日元的波动，还有万一下半年开始日本的物价开始往上涨，不一定是他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原因或者什么的，那高市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对，最后当然就是说，他这样强硬的政策对韩国、对中国大陆怎么办？那您听到对中国大陆特别现在中日的僵局还没有打开，还是一直僵在那个地方，也看到高市的态度，因为反正现在要大选在即你不可能让它软下来，所以这不只是关系到国内政治，接下来大家也在看的是，万一就是高市真的成功的执掌了国会，他取得了多数，而且是绝对的执政完全执政。那接下来当然就会牵动到整个东亚的局势。学界普遍是认为，如果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胜选，中日关系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回温所以也就是中日关系，如果等到高市赢得了国会大选 ，Russ， 你觉得当他全面执政之后，只会坏不会好了？你同意吗？同意不会好，短期之内当然是。那美国会乐见这样的情况发展吗？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伊朗那个情况，那当然，川普不希望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会太好了。那当然，川普希望日本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尤其是购买美国武器那另外，川普也是希望日本可以实现去年达成的。日美的贸易协议，尤其是投资美国的部分。同时，我认为川普也不希望这个问题变得那么大，就是他要介入。就像他去年11月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4号早上先跟习近平通电话，下午就跟高市通电话。所以这个也很明显是川普，当然是不希望日本靠中国了，但是同时。不希望这个问题是他要天天要在处理，或者天天有接受情报单位见报的时候，有报告给总统说，日本中国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他不想听。你刚刚点到一个重点中日的关系不好，越来越糟，其实得利的是美国，当然是美国了，当然了。东亚这边呢，北韩在4号上午7点50分左右，从平壤的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好几枚的弹道飞弹。之后，在6号这一天，中国大陆商务部正式宣布，禁止包括稀土在内的所有军民两用物资物项向日本出口。然后在7号呢，商务部再宣布将对从日本进口的2氯细烷启动反倾销的调查。这个2氯细烷是什么这个元素呢？是晶片薄膜沉积制成的核心前驱材料。那中方强调呢，会启动这次反倾销调查的焦点就直接指向3大厂商：日本企业的信越化学、法商一空的日本子公司，还有三菱化学。好，那所以呢，对日方展开的经济报复，其实从高市早苗发表过争议性的言论之后，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应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收紧，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精准式的打击那现在大家也用形容是用点穴式的精准打击。不过看到高市除了相对来说这一阵子比较低调以外，有没有任何的因应方式呢？接下来。因应方式的话，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第一个是观光客可是这个观光客到底有没有效？我们看日方刚刚公布的一个数字因为中国大陆是在11月14日的时候，希望他们的国民不要去日本嘛，它是一个谨慎。但是日本刚公布的11月份总共去日本的是2025年11月份是562600人，比2024年11月多了。因为2024年11月是546333人，所以是增加了3.0%，这是增加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因为在应该是12号12号的话，他们的船即将要去南鸟岛
南鸟岛那边的话，稀土大概我们全世界可以用几百年。12号的话会出港去开始开挖，这是第一个。那日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偏不焦虑的一种态度。为什么不焦虑的话？你从整个看下来，它过去已经有一个经验。那我们再用事实上的数字去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们是要看一下数字。数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2月5号跟7号 NHK 的做一个调查。它的国民对高市早苗对这一个因应对中方的一个因应的话，20%加41%，这两个加起来是61%是赞成的哦。觉得他做的不是很好的话是18加11只有29，所以61的话是赞成支持他的，所以他支持率非常高。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哦。虽然说中方对日方寄出另外一个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星期五的话就是应该是1月9号，日本的股市是往上涨的，日本股市没有往下跌，它的股票没有去松动的，反而是往上涨的。也就是说虽然中方对日方寄出这么多的一个制裁，但是在国民党的一个支持率它是很高的，而且市场的话它是没有动的，没有动的话，代表的话，它那个点穴式的话，可能会对某些企业会有影响。那即使是有影响的话，对整体来而言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一种影响。老师觉得是冲击不大，就是说观光也好，包括像现在所寄出的这个稀土材料这些相关的这些制裁，不是制裁，就是说这些管制也好，或者说反倾销调查也好，影响不大。观光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所说的，去年的11月，事实上是比2024年的11月是增加3.0%，所以中方的就是，但是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看，我们从正面角度，就是中国的观光客它变得比较现代化了，就是大人吵架归大人吵架，观光归观光，我认为就不要。我要问的意思是说，中方对于日方现在的做法，还会不会更加的收紧，而且还有哪几招会出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稀土已经是寄出来了，但是这个稀土寄出来已经是在日方事先已经我们讲沙盘推演过，已经推演过了。因为他们从2010年的时候已经有经验，所以他们会有去做一个累计。然后这个累计就是我们讲会有一些库存。那这个库存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稀土它上面没有名字，它只是说中国不可以直接出口到日方。并不是说日方不能够从别的地方去买，所以稀土的话，它是如果说可能1年、2年、3年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影响会很大。那只是说，如果是大人的吵架，口头吵架什么半年1年又说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倒是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事实上它是往上涨，没有往下掉的。这市场的话是乐观去看待的。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再来看哈，就是中日这样僵持不下，那会不会在4月份，也就是川习会的时候出现一个转机啊，或者是一个都有台阶下的可能？等一下我要特别请教一下几位老师。好，那现在看到中日关系，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持续紧张，而且是不断的升高。中韩倒是呈现一个向好的格局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他先访问中国大陆，再访问日本。7号，他结束了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回到国内之后呢，隔天主持会议时候指出，这次他访中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两国深化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合作交流打下了稳定的基础哈。因为最关心的就是限韩令有没有可能来提前的取消，当然大陆方面也给了一个比较善意的回应。好，那李在明呢，接下来呢也会应日本的邀请，就是高扫描邀请他。那在13号呢，开始会对日本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而这也将会是韩日两国领导人时隔2个半月再次的面对面。李在明要访问高市早苗的故乡，就是奈良县啊，出席韩日双方的首脑会谈。好，说到了中韩这次的元首会哈，其实有一张照片啊，大家应该印象深刻，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还特别自拍 selfie 一下哈，然后呢后面是习近平。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哈，那2对夫妻呢在一起同框的画面。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看的，委员你怎么看？李在明把握这次中韩正在紧张的这个时机哈，他站在韩国的立场，一定是想帮韩国争取对于韩国有利的一些利益哈。那中方又透过这次的中韩元首会，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是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是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能够改善跟南韩的关系是好的啊，尤其当它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都有一点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因为南韩毕竟它的半导体的产业还是非常强啊。那南韩当然也需要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真的很需要南韩的一些的半导体的产品。对啊，然后双方又那么近啊，所以而且对南韩来讲还有一点，跟中国大陆关系啊，某种程度不是只有为了经贸利益而已。因为它可以牵制北韩。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那这个南韩想不想在中日之间扮演折冲的角色哈？我认为是第一个要看中国大陆跟日本有没有意愿。那你看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他民意支持度从去年10月到现在都70%以上。所以自民党现在认为这是很好的，他们可能也认为说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对中国大陆低头呢？我国内支持度这么高，而且现在自民党在考虑要解散国会，对，等一下我们特别要谈一下，要重新再选。对，所以这个时候日本没有低头的道理，对他来讲。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呢？我搞了一个80周年对日抗战的胜利，这个阅兵搞得这么大，然后我现在在经贸上对日本采取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加紧惩罚的这个措施。那你想他会去想要跟日本这个时候去低头吗？啊，不可能。要想要改善关系，我认为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可是谁都不想提早，就是先讲出来。因为想讲出来说啊，我希望跟日本改善关系，或我愿意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那就显然你气势就低了嘛。而且前面做的都白费了。那你要考虑到国内的反弹哦。对啊，你北京在这个外交对日本的外交上，你表现那么强硬，突然间说你要改善跟日本的关系，我看中国大陆你自己本身这个车子要怎么刹车？那对高市早苗也是也一样。因为高市早苗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右倾的这样一个政府，对中国大陆要去低头的话。他可能认为是一种一种耻辱了。对。那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中日如果想改善关系，需要透过南韩吗？南韩有这个分量去调解这2个大国之间的纠纷吗？难呢，未必有。而且最终还有一件事，南韩会想：那我得到什么？我如果得不到东西，我干嘛去帮你们去调停？你们双方之间某种程度的对立，对我南韩可能是一件好事啊。你少买。你中国大陆少买日本的货品，给我多买一点，对不对？那你日本少买中国大陆货品，给我南韩多买一点啊！你们观光客最好彼此都不要去，都来我南韩。所以地缘政治哦，有时候朋友跟敌人是很难区分在。而且委员还讲到这边，我还特别想到说，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好，其实开心的还有美国啊，因为呢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买的话，跟美国买哈，所以。回到刚刚讲说那个分量不足的问题啊，那所以美国应该够分量嘛，所以就是会不会在4月的川习会也可能会是一个化解僵局的机会？我想今年的一个2026年的4月的川习会，应该是大家各界万众瞩目的一个盛会啦。那至于是说，没错，刚刚老师有去提到这个北朝鲜或者是这个韩国啦等等这些问题啊，因为朝鲜半岛有自己的一个矛盾存在，而且对南韩来讲的话。他是日本巴不得他们的中日关系更紧张一点，可是对美国来说就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要看就是美日关系跟这个日韩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一些军事国防的或者是外交的政策，基本上跟美国是并切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今天来看的话，但是川习的见面是不是可以去让中日的关系会有一些春暖花开？我觉得还是去回归到美国本身的大战略。如果今天就川普来说，如果在去年12月发布的 NSS 这一份报告可以去代表美国的一个世界战略观的话，那我会认为中日关系即便好也不会太好，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样的一个剑拔弩张。但是你说要恢复到过去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很难的原因，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采取的就是这种远交近攻，它或许对中国是可以互动，然后它的这个近的这些委内瑞拉或者是一些格陵兰等等这些东西，它要去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但是它会去利用，或者你要说利用也可以，或者是合作也可以，它会去透过日本来去牵制中国。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甚至也不会希望中日的关系太好，因为对美国来讲，日本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前进基地。是，所以
刚刚我就突然想到 timing 还没出现哈，但是对于高市早苗来讲，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timing， 就是呢，刚才委员点到的要来改选国会这件事情啊。日本读卖新闻也报道说呢，高市早苗更在研议啊，考虑在23号国会一开始呢就宣布解散众议院来进行改选。那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自民党呢，目前在众议院拥有199个席次。和维新会合计的话呢，勉强达到过半所需要的233席。但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当然希望自民党是独大，就是在国会是过半数的，不然现在钳制于这个维新党，其实有膈应哈。蔡老师，你了解日本的政局啊，所以您觉得，高市接下来就是他所带领的自民党有办法一举成为过半的国会最大党吗？高市早苗的话是我们所说的安倍前首相的一个继承者。那安倍的话，他非常会选举，他国政选举的话连6胜，创下应该说执政最长的一个人。高市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去年11月的时候，内部已经做一个调查，如果11月解散的话，大概可以得到260席。今年的话又增加了，可能要再往上升，这是他为什么要解散的一个原因。他算过了，有算过了。那为什么会选安倍会选的一个很胜原因，就是叫做安倍经济学。但是现在对日本而言，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我们看一下，多少国会议员来到我们台湾，不管以前他亲不亲台，反正现在只要选举到，很多人都会来台湾。那有多少人去到中国大陆？0。连国民党都不敢去。那我们如果说再用所谓的那个数字来去做一个解释的话，数字的话我把它做一个整理。这个整理的话，这是所谓的各家媒体的一个，因为可能就说有一些偏解什么的，但是各家整理看起来，不管是11月，不管是所谓的大概都6、7成，都会大概是7成都没有往下掉。那既然没有往下掉的话，它的支持率是非常的高。那非常的高的话，他用这样去做一个解散，那可能又有些人会去说了他可能现在是支持率高，可是是不是对于政党的支持率不是很高？那我们再用政党的支持率去做一个解释。政党支持率现在的自民党是大概是30%，第2名的只有6%，所以我们如果说撇除没有所谓的政党区分的话，那自民党大概就是占1半，因为这些人的话，他可能会投给自民党。那我们刚刚说的安倍，他为什么会选叫做安倍经济学？但是现在自民党他们选的叫做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对日本越不好的话，他现在的保守派的力量会越强。那越强的话，国民的支持率自然就会越高。那越高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时间点。而且你如果没有在23号解散，因为进入国会可能那个在野党会批评，而且他们担心，万一内阁出来有一个人出包了，有一些什么 scandal 又出来了，他支持率会往下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 timing。这个一个是他们去算过的一个结果。好，那我再快速请教您哈，如果今天自民党成为未来的国会最大党了，哈，高市可以全面执政了，对于中日关系，您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中日关系的话，日本他们会想，我跟你好的话，它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因为中日关系的话，他们还是存在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个问题点。我们说中日好，大部分都是什么政治好，但是他们都是那是外交，外交的是一种表面，那不是真实的。军事的威胁是日本真正面临到，他们真的是连国民都有感受到他们的军事威胁。一般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现在感受到中国他们军事一天到晚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会担心。